恭喜宿主，活不过3张的炮灰，该去请安了。我不是猝死了吗？既然我都死了，还请个屁的安！不去！不完成剧情你会真死的！哪怕只活1天，老娘也要死在享受上！小主，您这个坐姿，这成何体统啊？怎么了？很舒服啊。皇上驾到！奴婢参见皇上。既已入宫为妃，坐姿还如此张扬，成何体统？皇上，您有所不知。哦，为何？这女人啊，就得这样做。您想啊，这女人天天束腰收腹，夹着腿坐，气血不通，心情郁结，脸色就不好。脸色不好了，就容易老，容易老了，皇上就不爱看了。您不爱看，后宫就不和谐，不和谐了，天下就不太平了。所以，臣妾这样做，是为了天下太平。是吗？那是自然。老封建，都退下！难受？什么难受？难受？他在说什么？等等，难受，难受！香菇，不是，你才通网呀？这网速也太……你也是。7年了，你知道我怎么熬过来的吗？跳楼、上吊、割腕、吞金，每一次都会在龙床上醒来，每一天醒来都是同一张床、同一个屋顶、同一群人跪在你面前喊万岁。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可后来我确定自己没疯，这个世界是假的。但可怕的是，就算这个世界是假的，我也出不去。你知道那种感觉吗？自己在一个假的世界里，所有人都是一行行代码，只有你是真的。但你没办法证明，你没办法跟任何人说，他们只会觉得你疯了。于是我装成一个正常的皇帝，上朝批折子处理政务。我装了太久太久，久到我都快忘记了我曾经的样子。你想出去吗？想，但急也没用。你急了7年，不也没出去吗？所以不如换个活法，反正也出不去，急什么？你说的对，7年了，我一直在想怎么出去，从来没想过，如果出不去呢？如果永远出不去呢？那就待着呗。待着？对，反正也死不了，找个舒服的姿势待着，总比天天折腾自己强。好想念蔗糖瓜子啊，这边的瓜子都没有什么味道。你叫什么名字？沈棠，和这个角色名字一样。你呢？我叫萧景，但是我的真名是顾衍之。哎，你名字不一样哎。没错，还好你来了。已经很久没有人问过我的名字了，我都快忘掉我真正的名字了。从那天之后，顾衍之每天都来。怎么了？我做了一个梦。什么梦？梦里有一个男人，看不清脸，站在一片黑暗里笑。
笑？没错，他嘴里还念着，就快要成功了，我的祭品们。祭品？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说的祭品应该就是指穿越者。听他说的话，穿越者似乎不止我们2个，应该还有别人。沈棠，你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顾衍之，有没有可能是你潜意识里感觉到了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巧合，而是人为。很有可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梦是在预示着什么吗？如果是真的，情况可就复杂多了。那之后的几天里，我和顾衍之也试着讨论过，想要破解那个梦，可始终毫无头绪，不知从哪里入手。我们掌握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贵妃娘娘到！怎么又是她？这个女人在搞什么？哟，还躺着呢。你一个贵人，见着本宫不行礼就算了，反正本宫也懒得跟你这种低贱的人计较。只是这宫里人多眼杂，沈贵人还是注意些分寸，别以为没人看着你。来找我就为了说这几句话，这也太奇怪了。不对，顾衍之之前说过的那个梦，梦里面的那个人，还有那天窗外有人监视我，周贵妃难道是在提示我？喂，筒子哥，你在吗？干嘛？你还没睡？我是系统，我不需要睡觉，我只是不想理你。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配合我走剧情，我每次看到你都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系统。那正好，我们都是废物。你到底想干嘛？你有没有觉得周贵妃很奇怪？哪里奇怪？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她话里有话，但又不明说。她看我的眼神也不对，不像是在针对我，更像是在暗示什么。哦，为什么这么想？直觉，你说她会不会也是穿越者？为什么这么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她不对劲。你看啊，她每次想说点什么就卡住，然后换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对了，你们系统有没有那种规定，穿越者之间不能直接交流？没有这种规定，你和顾衍之不是交流的挺好吗？也是，那他为什么？也许只是你想多了，我倒觉得那个贵妃不像个好人。你看她之前来找你麻烦那个架势，像是好人吗？可是，而且她每次来都带一群人，闹得沸沸扬扬的，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来找你麻烦。好人会这么干吗？好吧，也许是我多想了。不过还有一个人也很奇怪，那个老太监。停！你会真觉得顾衍之的那个梦是真的吧？虽然出了 bug， 多了顾衍之这个穿越者，但你任务是好好宫斗，别疑神疑鬼的。怎么又绕到宫斗上去了？我说了，要我去宫斗，那是不可能的。我亲爱的宿主，我求求你行行好吧，配合一下我的工作行不行？不然我要被降级了。你忍心看着一个兢兢业业的系统被降级吗？不听，王八念经。怎么亲自来了？昨天周贵妃来找我了，那气势别提多嚣张。昨天周贵妃也给我说过差不多的。什么？她来找我说了一堆争风吃醋的话，我当时没在意，她说的话和你说的话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后说了一句：“陛下，您贵为天子，岂能和沈贵人一般胡闹？这深宫高墙院内不乏细作探子，隔墙有耳，被有心人传出去，岂不是闹了笑话？你说他也是在暗示我吗？”有可能。你还记得那个老太监吗？就是那天在我窗外的那个。有点印象。我总觉得他不对劲。
你放心，我会让暗卫去查。而且他老出现在我附近，我怀疑他有大的问题。那个老太监啊，也可能是巧合，但我们还是留个心眼的好。你笑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在玩剧本杀，你一本正经的样子有点可爱。什么可爱？别忘了，我可是95至尊，这话传出去，我还要不要面子？好啦，不笑你了。不过你终于没有像之前一样眼里满是忧愁了。我什么时候满脸忧愁了？之前啊，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就是满脸忧愁，眼睛里啊都是没有光的，整个人像是头上有一朵大乌云，把你笼罩住了。不过还好，现在那朵乌云已经离开了，眼睛里也有光了，不要再忧愁能不能回去这件事情了。既来之则安之，快乐是一天，伤心也是一天，不知前路如何，不如就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懂了吗？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难道是我想多了？哟，沈贵人好雅兴，还有心思逛园子。贵妃娘娘不也是？本宫可不像你，整天无所事事，这宫里的事，桩桩件件都要操心。是那个太监，沈贵人。你说什么？那个太监果然有问题。你也是吗？我要走了。童子哥，童子哥，怎么啦？他绝对是穿越者，周贵妃。是吗？比我想的还快。什么？什么快？没什么，只是没想到还有第3个穿越者而已。哦，这样啊，这系统有事瞒着我。之前打断我提起老太监，现在又顾左右而言他，他到底在隐瞒什么？所以，你觉得他也是穿越者？8、9不离10。那他为什么不能直接和我们相认？我想是有东西在阻止他和我们相认。你还记得吗？之前我说过，他说话很奇怪，总是张嘴却没有声音。皇上，沈贵人，周贵妃死了。什么时候？就在刚才，被发现死在寝宫里。是谁？那个太监吗？他的右手手指的指缝里有血，说不定周贵妃在死前用指甲留下了讯息。XJ 袭击虚假。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顾衍之啊。不是真正的我，是这个皇帝的名字。皇帝，我想起来了，萧景 SG。可是萧景和那个老太监无论如何怎么样也联系不起来啊，年龄对不上，样貌也不一样。那个老太监看起来60、70岁，而且原本的皇帝身体已经被你霸占了。按道理来说，萧景应该死了才对。也有可能是我想错了，说不定 XJ 是老太监的名字呢。反正不管是不是萧景，那个太监都很可疑。我们先探探他的身份。我得去打听打听。啊，你知道那个总是在我的寝宫的老太监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大家都叫他公公。他入宫多久了？不知道，我刚进宫的时候他就在了。我去问过太后了。他怎么说？他说那个太监姓刘，是10年前进的宫，
10年前，那他不至于这么老呀。对，太后说他进宫的时候还小，大概17、18岁的样子。17、18岁，那现在应该27、8才对，怎么看起来60、70？太后还说，不知道为什么10年间他就急剧衰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像是被什么东西抽干了。还有一件事，太后说他的声音没怎么变，偶尔听见他说话，那个声音什么声音？和我的声音很像。好痛，感觉要长脑子了。什么？不是只有一个大脑吗？还能长？你还好吗？抱歉，忘了你还是2G 网。你真的没事吗？要不要请太医过来看看？哎呀，没事啦，我只是觉得有点烦躁而已。我们理一点。周贵妃是穿越者，她很怕那个太监，她试图告诉我们什么，但却说不出口，最后被杀了。那个太监10年前进宫，10年间急剧衰老，声音和你的很像。周贵妃死前留下了 SJ 2个字母，你说是萧景，这个世界原本的皇帝名字。如果说太监杀了贵妃，他为什么那样做？周贵妃是穿越者，而且很怕那个太监，那他是不是知道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且那个秘密还是无法说出口的，所以才会被灭口。你是说他发现了太监的真实身份？对，而且那个秘密也许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有关，也许是这个世界的禁忌。规则限制。如果只是规则限制，为什么周贵妃说不出来，却能写？限制可能是针对直接告知，但书写、暗示、遗物这些间接方式有可能绕过规则限制。有人偷听。陛下这字写得真好，臣妾记得藏书阁里有些前朝字帖，要不要臣妾去取来？也好，顺便帮朕找找永安3年的起居记，朕想看看先帝晚年的手书。采薇，陪我走一趟。夜里凉，给我拿件披风。小主，披风。走吧。又是那个老太监。沈贵人要找什么？永安3年的起居记，还有先帝晚年的手书字帖。陛下想临摹先帝的字，在这等我。永安3年7月。前7个穿越者的死亡异常记录，很可能就在这里。沈贵人找到了，还有字帖，在那边，老奴去取。沈贵人，字帖取来了。多谢公公。不见了。这是永安3年到10年，每年的宫廷里的议事记录。7月15日，中元节，这个时间点太特殊了。这描述像不像你穿越？永安3年7月15，那是我第一次穿越的时间。
从永安3年到永安9年，正好7个人异常死亡，每起事件都与刘明那个老太监有关，而且时间间隔差不多，1年一个。第8个是周贵妃，今年是永安10年，时间对得上，每年一个，到现在正好8个。如果周贵妃是第8个，那这个死亡规律就像某种精准的仪式。如果老太监刘明真的是凶手，那他现在已经完成了8个，按照这个规律，第9个可能就是我们2人中的一个，或者……陛下，陛下，出事儿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进来说话。陛下，婉嫔娘娘，他怎么了？她在寝宫里上吊了。第8个周贵妃才死了不到3天，第9个就来了。什么时候发现的？就在刚才，守夜的宫女听见寝宫里有动静，推门进去看，婉嫔娘娘已经没气儿了。带朕去。他手里，他在看着所有人。第9个是我，第10个，第10个是他没来得及写完，还是他不知道第10个是谁？他来找我了，说我是第9个。我问前8个是谁，他不说话，笑着对我说：“很快就能回家了。”家？他说的是回哪个家？这是周贵妃的字迹，她把图给婉嫔，想传递给我们，但婉嫔还没送出去。7星归位指的是前7个，8煞成形是周贵妃，99归一和婉嫔，那10方俱灭是我们，或者说是我们中的一个，或者是我们2个一起。第10个的位置在圆圈外，这可能意味着第10个不是这个仪式的一部分，或者说第10个是特殊的。特殊在哪里？你还记得太后说的话吗？刘明10年前入宫，10年间急剧衰老，但声音没变，和我很像。如果当时我穿越到这个身体里，挤走了真正的萧景，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进入了刘明的身体里呢？永安3年7月15，七皇子突发癔症，而太监刘明自请守夜。如果那晚发生了灵魂置换，可这也不能确定。那个老太监就是萧景，那么多年过去了，他难道就心甘情愿待在刘明的身体里？难道他所做的一切是想夺回自己的身体？这仅仅是我的猜测，我们需要证据。如果他真的是原本的萧景，他的背后肯定还有其他存在帮助。陛下，何事？端太妃娘娘她又跑出来了。端太妃怎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天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怎么回事？端太妃娘娘突然跑出来，哭喊着找景儿，冲到御花园去了，奴才们拦不住。朕去看看。我跟你一起。景儿，我的景儿，你在哪儿？放开我！我要找我的景儿，他就在这儿，我听见他说话了。都退下。景儿，景儿，不对，你不是景儿，你的眼睛不是我的景儿。这个疯女人竟然能看出顾衍之和真正萧景的区别。我的景儿在哪儿？你把她弄到哪儿去了？自从那晚之后，景儿就变了，那个不是景儿，不是景儿！你把我的景儿还给我！你把我的景儿弄到哪里去了？景儿，是你吗？你的脸怎么了？谁把你害成这样的？
我的景儿怎么变成这样了？段太妃娘娘，您认错人了，奴才刘明只是个太监。娘认得出，娘就算瞎了死了也认得出，这是娘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这是娘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景儿。你左臂肘弯有块疤，是6岁爬树摔的。景儿，你不吃葱姜，一吃就吐，御厨为此挨了多少板子？景儿怕黑，要人陪着睡到12岁，是我每晚给你唱歌。你写字时喜欢摇笔杆，先生怎么说都改不了。够了！你推我的力道一点都不像个疯子，和12岁那年一模一样。那年你偷跑出宫玩，被我抓到，我罚你跪，你也是这样推我，然后躲了3天。来人，把这个疯妇拖下去，关起来！没有咱家的命令，谁也不许见。娘知道了，娘不说了。景儿还活着就好，活着就好。陛下，沈贵人，一个疯子的胡话不必当真。刚才那一幕已经足够证明，老太监刘明就是真正的萧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他今晚被迫暴露，他背后的存在一定会加快进度，我们没时间了。可我们连对手是什么都不清楚，萧景和他到底什么关系？他杀人是为了自己还是被迫？我们获得信息太少了。如果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夺回身体，你会愿意让出来吗？我会。那万一你死了怎么办？你让出了身体，那你灵魂又会去哪儿？没事的，我已经活得够久了。能遇见你已经很幸运，更何况本来就是我抢了他的身体。可这并不是你的错，是系统。对啊，系统，他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这段时间你没听见系统的声音吗？这段时间忙着查这查那，我都快忘记他的存在了。我要不去问问他？不可，据我的猜测，萧瑾背后的存在很有可能就是系统。不可能吧？平时系统懒懒散散的，不像是。很有可能是表象，但是不排除萧瑾的身后有其他的存在。烦死了！穿越到这莫名其妙的地方，本以为能躺平，结果被迫当侦探查案，脑子都不够用。没事的，我保证，你和我到最后都会好好活着的。真的吗？你保证？我发誓，我们2个到最后都会活得好好的。行了行了，别贫嘴了。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直接召见他。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可他身后的存在，到时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需皇上召见我，咱家自会来。你们很执着。刘明，或者该叫你萧瑾。名字不过是个代号，这躯壳叫刘明，里面困着的是萧瑾，而你们看到的是个手上沾满人血的怪物。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杀他们？他们都是穿越者，也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啊！我是牧羊人，也是被拴在羊圈里的第一头羊。每天醒来，知道自己活在一个画本里，身边的一切全都是虚假的，是什么感觉吗？我有意识就知道世界是假的，我也是假的，我过的每一天都是煎熬。你们如何懂得？我一遍遍经历同样的剧情，看着不同穿越者在我面前做相同事，说相同话。我已经不知道活了多久了，在你们之前已经有无数个穿越者来过了。这就是 NPC 觉醒的痛苦，知道世界是假的，自己是假的，周围的一切都是假的，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做着相同的事情，说着相同的话，久而久之，
是个人都会崩溃的吧。直到那个晚上，中元夜，你来了，我的身体突然被陌生力量占据，我被挤了出去，像一缕孤魂，眼看自己胡言乱语，然后昏迷。就在我以为要魂飞魄散之时，他找到了我。这就是他，自称系统，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他给我2个选择，魂飞魄散或者合作。所以你就答应了？我有的选吗？他给了我这具刚咽气的小太监身体栖身，但我与这身体不匹配，他会不断排斥我，消耗我的魂力。我的10年阳寿早附身第1年就耗尽了，之后每天都靠它维系，而维系所需的能量，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异世之魂，经历生死挣扎，灵魂成熟刹那迸发的纯粹能量。他称之为心能结晶。前7个穿越者绝望死亡，周贵妃被杀，婉皮自尽，每一次死亡都是一次收割。我是收割执行者，用这些能量和系统做交易，来维持自己这具不断崩溃的身体。所以你每杀一个人，就能多活一段时间，是延缓这具身体的崩溃。但每一次动用他给的力量，这连接就会更深，反噬也会更重。看到这些纹路了吗？他们爬到哪里，哪里的血肉就会彻底坏死。等爬到头顶，那我和沈棠呢？统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为什么迟迟不动手？还有，你说的合作，你的回报到底是什么？你们是特殊的。系统检测到你们2人之间产生了他数据库中最稀缺、最高效的心能结晶。倾慕与爱恋，普通的宫斗催生的能量太低效了，而你们只需彼此相爱，在心意最纯净的瞬间同时收割，产出的并臂心能结晶，其能量相当于之前所有收获的总和。至于我的回报，他承诺，当最后一次收割完成时，他将带着我离开这个虚假的世界，去到真正真实的世界，并给我一次机会。原来最终的目标在这里。萧景不仅要自由，他还想夺回自己的身体，而顾衍之的灵魂将被抹去或吞噬。最终收割场景已生成，执行倒计时12时辰，地点时空迷宫。请合作者萧景履行职责，请祭品009、010，妥善利用时间。是哪里？迷宫，这就是系统说的时空迷宫最终的场景。欢迎来到深渊的御处理场，也是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终点。这里的一切，包括你们呼吸的空气、脚下的地面，都掺杂着前7位穿越者的灵魂残渣。规则很简单，在时空迷宫中存活过12个时辰，如果你能做到，我承诺在最终收割你们时，会将痛苦等级降至最低。那么现在，游戏开始。先离开这里。这边。这鬼地方根本不想让我们找到路。
这墙，刘公公，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怎么会写这个？这个念 A， 这个念 B， 我们那儿小孩子都学这个。难道你从那儿来的？我是几天前来到这儿的，这里不对劲，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像是假的？你也……我每天都在害怕，我就只有我一个人。你想回家吗？想，每天都在想，可怎么回去？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哪儿。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找办法，只要我们这样的人能互相认出，团结起来。可是我到现在只遇到你一个穿越者，其他人我也打探过，他们都不是。刘公公，你怎么了？临时记忆碎片里，那个小心翼翼询问你想家吗的萧景，从一开始就在演戏。从一开始的交易就是他自愿的，用别人的命和系统做交易，换取自己的好处。找到我的小老鼠了，走。你也是穿越者，对不对？你帮帮我，我们一起想办法。不，陈妹妹，我和你不一样，我是被选中的管理者，而你是原料。原料？什么原料？情绪原料，极致的恐惧、绝望、不甘。你现在的样子，产生的情绪纯度就很高，极致的美味。你个疯子！你和那个系统是一伙的。说对了，所以，请开始你的表演吧，陈妹妹。为了我的自由。又见面了。尘世的恐惧，纯度是中上等，还不错。但周贵妃临死前那混合了醒悟、不甘的复杂绝望，是上的极品。我很期待你们俩是什么等级。会有吗？你想要回这具身体，直接来要，我还给你就是了。为什么要杀那么多无辜的人？顾衍之，你还是这么天真，谁稀罕你这具身体？我想要的是离开这个虚假的世界，触摸到最真实的世界。能夺回你这具身体，只是一个比较好选择。毕竟都用了那么多年了，就算回不到原本的身体，系统也会给我一副全新的身体。躯体只不过是一个工具罢了。你们以为我是被迫交易？不，在见到他的那一刻，我就无比的兴奋。在我发现这个世界是虚假的，而自己只是个可悲的 NPC 之后，我疯了一样想挣脱。我用尽了一切办法，终于他来了。他给予我力量，凌驾于这个虚假世界之上的力量，以及一个真正自由的承诺。看，这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猎场，在这里，我就是规则，我就是神，而你们是我献给他最完美的谢幕礼。顾衍之，别动！你现在的爱、恐惧、愤怒正在疯狂增长，将要到达顶峰。很好，
继续保持，等到他为了救你冲过来，被我一刀穿心，而你亲眼目睹爱人死在面前，那种瞬间爆发，混合了爱、恨、绝望、疯狂的情绪，想想就让人期待。沈腾，低头！你竟敢！你找死！有趣，真有趣！你们居然伤到我了，但是没用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前8个我都要用各种方式引导他们、折磨他们，让他们在极致的情绪中死去吗？因为只有这样，纯度和能量才最高。对，但不全对，因为只有这样，在他们死亡后灵魂被抽取时，他们作为穿越者的特殊印记，才会和这个虚假世界的连接断开，这样灵魂才会被剥离出来，被系统吸收，转化为它升级的口粮，以及维持我这具身体的营养。你们以为我衰老是代价？不，是这具低等载体承受不住我日益强大的灵魂和从系统那里获得的力量，而你们是最后丰盛的一餐。吃了你们，我就能彻底摆脱这具破烂躯壳，甚至有机会反向影响系统，成为它的一部分，实现真正的永恒。所以放弃挣扎吧，让我享用你们最后的激烈情感，成为我通往永恒的台阶吧。系统，你想要的极致情绪，给你。不对，我要的极致情绪的灵魂不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我的永恒，我的自由。核心祭品宵景等级 S+，稀有等级收割目标009010数据彻底湮灭。情绪峰值采集完成，开始消化吸收。系统版本升级 V2.8 Zax V3.01， 能量储备提升 17.3%。重置宫斗世界核心参数：永安12年春。人物数据覆盖，记忆清洗，世界刷新完成。投入新穿越者，新觉醒催化剂。灵儿，发什么呆？还不快把花送去丽嫔娘娘那儿！是，奴婢这就去。检测到原生 NPC 对丽嫔产生轻微抵触情绪，意识正在觉醒，符合隐忍反击人格。新手任务送花奖励发放，铜钱50文，请继续探索，解锁更多宫斗剧情。谁？是谁？出来！难道是我听错了？可能这几天没睡好吧，赶紧送花去了，不然又要挨骂了。这龙椅、江山和这贵服的臣子，总是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对吗？这世界的虚假，不必恐惧。年轻的帝王，这份感知是你的天赋，也是你的机遇。想看看戏台后面是什么吗？想获得真正掌控自己命运的力量吗？和我合作。你需要做的很简单，偶尔帮我管理一下后宫里那些不安分的小虫子，引导他们走向应有的结局，而我会给予你力量，在一切结束后带你离开这片虚假天地。虽然那个叫萧景的合作者最后被反噬，数据损毁，有点可惜，但无妨，拼拼凑凑还能凑出一个与他相似的意识体。工具使用起来总有损耗是正常的。之前迷宫里残留的那些穿越者碎片，东拼西凑后投入进去。当几个原生 NPC 也挺不错。